脑勺好疼，怎么回事？最后的记忆是执行任务失败，这次翻滚，可这具身体不对劲，太纤细了，不是我的身体。哟，大哥，这女人醒了。醒了正好，去把她的绳子解了，照上面吩咐的弄好样子。大哥，这荒山野岭鬼都不来一个，还弄什么样子？上边又瞧不见，这等细皮嫩肉的千金，兄弟我可还没开过荤呢。母带弄好样子，上边不管了，先活命。等等，怎么，想求哥哥轻点儿？别撕我衣服，我自己来。自己脱？好啊，哥哥就爱看美人脱衣服。要死在这里了吗？刚来到这个莫名其妙的世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在2个肮脏的渣子手里，不甘心。带下去。是。谢姑娘得罪了，谢明远的孙女，未来的准二皇子妃谢兰依，能在绝境中重伤这2个亡命徒，谢家嫡女倒真让人意外。那封引我前来的密信，究竟是想救你，还是想把我也拖入棋局？小这是哪儿？哦，一小块。救我的那个男人是他。水。再来一些。竟全然没有京中贵女的半分矜持。既然活下来了，就得弄清楚现在的处境。展大人救了我，多谢。你认识我？锦衣卫指挥使展大人，京中谁人不识？为何展大人不直接将我送回家中？令尊谢尚书已在门外等候，待本官问完几句话，录下备案，你便可随令尊回府。此事牵连甚广，本官不便擅传，以禀明圣上。以禀明圣上，这件事闹大了。今日这场意外，明显是冲着我的准皇子妃的婚事去的。若真进了深宫，我这性子怕是活不过3天。可现在名声受损，谢家会怎么处置我？青灯古佛，还是为了全谢家的体面，让我彻底消失？展大人，请问吧。说说你今日的遭遇。必须编得滴水不漏，绝不能让他怀疑我的来历。今日我去京郊的清凉寺上香祈福，回程途中，拉车的马匹不知何故突然受惊狂躁，车夫控制不住，车子猛地颠簸倾洒，我撞到了头，之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再醒来时，便已身在那处荒僻农舍，手脚被缚，口不能言。后来那2人进了异域不轨，再后来大人便到了。去清凉寺上香，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计划？临时起意。明日便是宫中春日宴，陛下有意赐婚，我心中忐忑，便想去寺中静一静。
那两人可曾说过什么特别的话？他们提及是上边吩咐，似乎只要他们做做样子。反击手法如此凌厉，你是如何做到？人在濒死绝境，自是能逼出前来。兔子逼急了，尚且咬人。那一刻，我只想活命。还是说，在展大人看来，我当时何该束手就擒，任人凌辱，才符合大家闺秀的本分？这般胆色，这般性格，谢家竟然养出了这样一个女儿。谢姑娘言重了，本官只是依例询问，厘清细节。我并非犯人，是受害者。如今，我只觉浑身疼痛，心神俱疲，想回家了。若日后想起线索，我必当告知。此案关乎我性命，也关乎谢氏清誉。今日之事传开，我的名声已无可挽回。唯望展大人秉公彻查，还我一个明白。京里那些贵女见了我连头都不敢抬。这位倒好，裹着我的披风躺在我的地盘上，还敢对我下逐客令。婴儿，怎么样？能下床走动吗？我儿受苦了。爹爹，我没事，我们回家吧。好，好，回家。马车候在门外，爹扶你。清淡呢？磕伤了头，已送回府，性命无碍。多谢。今日小女蒙难，幸得展指挥使及时相救，谢某感激不尽。谢小姐还是披着些好，免得被人传了闲话。今日多谢展大人了。人早没影影了，还看？怎么样？近距离瞧了京里传的这第一美人的名头，可还属实？听说下手那架势也美得很，清风那小子回来脸都白了3分。这个女人绝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她的反击，她的胆色，还有那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狠劲。传令下去，今日之事，凡涉及谢小姐情状细节，北镇抚司上下，任何人不得私下议论，更不许外泄一字。是。若有流言蜚语从衙门里出去，不论是谁，以泄露机要、扰乱耳听论处，军法从事。是，属下明白。规矩我懂，不过指挥使大人，这儿就咱俩，说句私底下的。你这从来不近女色的人，今儿个头一回抱姑娘吧？啥感觉？真就心无旁骛，跟抱戴白面似的。向达，你脑子里灌的不是脑浆，是虎符喂猪的干粥吗？什么人的事都敢拿来混说？属下失言，大人恕罪。老爷，离开前院，直接送大小姐回听雪轩。大小姐，请跟我来。这就是古代大家族，出了这种事，第一反应不是嘘寒问暖，而是像藏掖纳弄一样把我遮掩起来。小姐，这疼痛如此真实，我真的回不去了。在这里，
我能依靠的只有我自己。青帝怎么样了？小姐放心，他只是磕了后脑，大夫说养几天就好了。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老太爷，请大小姐过去一趟。走吧。祖父，坐下说话。今日之事，你从头到尾细说一遍，所见所闻、所思所行，一字不漏。那二人曾真正得逞，玷污于你。父亲，兰因他才刚回来，惊魂未定此事。斩指挥使来得及时。是他亲自将你抱出那浓窝，送上马车。是，当时孙女力竭昏迷，人事不知。受了惊吓，下去好生歇着吧。今日便在房中静养，无事不要外出。祖父在考虑的是谢家的名声，是赐婚的价值，那就看看这桩赐婚到底如何收场。母亲，昨夜祖父，你祖父子时方归，陛下赐了压惊的玉如意，让你今日务必出席春日宴。嫣儿，今日无论谁说什么，你只需记住，你是谢家嫡女，你没做错任何事。女儿明白，为了这些真心疼爱我的人，我也绝不能在那些人面前露了怯。名声我不在乎，但谢家的脸面，我得护住。听说了吗？谢家那位第一美人昨日在郊外，孤男寡女共处半日，谁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前是精彩艳艳的待嫁贵女，现在却成了他们口中的谈资。那不是谢家姐姐吗？谢姐姐脸色怎么这般苍白？可是身子不适。静熙妹妹不知，谢姐姐昨日去清凉寺上香，路上怕是受了惊呢。受惊？我听说谢姐姐在荒郊野外被掳走了，是真的吗？姐姐怎么不说话？可是心虚了。老沈妹妹挂心，不过妹妹怕是听差了。若我真被掳走，生死难料，今日又怎能好端端的站在这儿参加御赐春日宴？只是不知沈妹妹这般言之凿凿，是听哪位说的？这等关乎女子清誉，乃至牵动天家颜面的要紧事，若无真凭实据便随口传播，岂不是不好？我也是听旁人闲聊，当不得真，姐姐莫怪。皇上口谕，宣谢兰因即刻至紫宸殿觐见。展霄，人是你亲手救下的，你确信谢家那丫头当真无事？回皇上，臣赶至时，两名歹人，一者正欲行凶，一者在旁望风，臣及时制止。谢小姐清白无损。你昨日怎会那般巧，偏就路过那荒僻之处？昨日北镇抚司接到线报，北郊荒凉农舍有北狄暗桩潜伏，臣例行巡查。好，下去吧。臣告退。出来吧。父皇，方才的话你都听见了，你怎么看？斩指挥使是父皇心腹，他的话儿臣以为可信。既如此，儿臣仍依原意，求娶谢家小姐为妃。哦，即便出了这样的事，你也愿意？若因此毁弃婚约，岂非令忠良寒心，更坐实了流言？儿臣
真心实意谢小姐。谢家在朝堂的势力，加上舅舅的兵权，这块肥肉我绝不能放手。朕知道了，一切退下吧。此事朕自有主张。皇上，谢家姑娘带到了。选。臣女谢兰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抬起头来。谢明远教出来的孙女，临危不乱，倒真有几分风骨。现在每一句话都是生死棋局，绝不能踏错半步。昨日之事，朕听闻了，可受了惊吓？回皇上，臣女无碍。万幸展大人及时赶到，雷霆手段制服恶徒。如今想来，虽心有余悸，但清白得保，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今日这春日宴，何以仍来出席？朕并非不近人情，你若需休养，告假便是。回皇上，今日之宴非比寻常。陛下赐宴是张天家恩泽，臣女蒙陛下厚爱，帖为未来皇子妃入选。臣女一人之缘缺席，恐引无端揣测，徒增流言，反而玷辱皇家清誉。个人京剧事小，皇家体面事大，臣女不敢以私废公，更不敢因己身微末之事负了圣心期许。这份冷静和识大体的气度，远超寻常女子。起来吧，赐座。谢皇上。遇此无妄之灾，能顾全大局，殊为不易。谢太夫家教果然严谨，臣女愧不敢当，唯谨记祖父教诲，忠君爱国，顾全大体，不敢惑妄。今日召你来，一是看你可安好，二也是告诉你，此事朕已交由展硕彻查，必会给你给谢家一个交代，你且安心。臣女叩谢皇上隆恩。去吧，宴席将开，莫要迟了。是，臣女告退。皇上亲口许诺彻查，父亲和祖父总算能松一口气了。顾全大体，这丫头应对的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像个17岁的少女。是谢明远教的，还是她本身就如此心机深沉？来人，传朕口谕，赐谢氏女兰因珍惠二字，另将新进贡的那匣子南珠一并赏了。既然要做面子，朕就给足你谢家面子。谢小姐请留步，皇上口谕，赐谢小姐珍惠二字，赏南珠一匣。臣女谢主隆恩。赐名珍惠，是为了明节以权的暗示，还是为了断我皇子妃之路的补偿？这定心丸可真是不好咽啊！算了，先走着看。皇后娘娘驾到！本宫特意让御膳房备了春日新酿的桃花酒，诸位都尝尝。这伤口随着脉搏一跳一跳的疼，恐怕连杯子都快端不稳了。谢家姑娘可在？恭领皇后娘娘懿旨，早听闻谢太傅家的孙女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今日不知本宫与诸位可有柔幸一睹谢姑娘才艺。此时若抚琴或作画，手腕的伤定会崩裂出血，到时经了圣驾，便是灭顶之灾。皇后姐姐，谢姑娘的才气，便是陛下也是赞过的。只是今日来了许多年轻俊才，不如给臣妾这不成器的侄女岳薇一个机会，弹奏一曲助兴。这孩子早就盼着娘娘指点呢。还是妹妹想得周到，本宫倒是疏忽了。谢姑娘且回座歇着吧，今日便好生赏乐便是。谢皇后娘娘，谢贵妃娘娘体恤。皇后在试探，贵妃在卖好，而谢兰英，她远比京中传闻的更有韧性。
1个时辰前的御书房，当我说出清白无损4字时，紫檀屏风中的呼吸声瞬间静止。想必就是这位二皇子了。谢家祖父是清流之首，舅舅手握兵权，为了这份权势，即便谢兰英昨日遭遇险境，皇家也绝不会轻易舍弃这颗棋子。更何况，这样一张清极艳极却又透着不屈的脸，确实能让男人疯狂下注。皇上，太后娘娘驾到！沈太后轻易不出席宴会，今日突然现身，看来昨日之事终究是惊动了这位。都平身吧。这份平静下藏着能杀人的风暴。谢家那丫头可在？臣女谢兰英，恭临太后娘娘奕讯。听闻你昨日去上香，受了不小的惊吓。回太后娘娘确有些惊扰，幸来陛下洪福，天子脚下朗朗乾坤，终究是虚惊一场。臣女有惊无险。哀家听说是锦衣卫的展指挥使及时赶到，救了你。是，展大人于危难之际施以援手，臣女感激不尽。哀家还听说是他亲手将你抱离并送上马车的。完了，这一吻是要彻底毁了我的名节，还是要逼谢家表态？回太后娘娘，彼时臣女立即昏迷，展大人乃是事急存重。展大人是为了免除臣女伤重难行，延误救治，方行此权宜之作。此举便是出于救护之心，绝无他意，请太后娘娘明鉴。既如此，倒也简单。不对，太后的眼神不对，这件事没这么简单结束。展萧救你于危难，免你清白受损，此恩非同小可。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与他有了这般肌肤接触，纵使事急从伤，传出去终究与你名节有散。依哀家看，不如就此宣道一旨，将你许配给展硕，结为百年之好。嫁给展硕？虽然他比二皇子那个阴险小人强，可这怎么可能？祖母！母后，皇帝，你觉得哀家这主意如何？说起来，明昭这孩子也急惯了，婚事一直未定。哀家瞧着今日这春日宴春光正好，不如也一并定下，双喜临门。明昭是嫡长子，他的正妃之位，难道不是早就留给我的侄女静淑了吗？太后这是何意？礼部左侍郎秦望之之女秦之薇，哀家觉得那孩子秉性端庄，家风清正，与明昭倒是般配。皇帝，你意下如何？沈家外戚势大，舅舅沈仲恒权倾一时，朕迟迟不给明昭立正妃，就是忌惮沈家。太后这是在自断沈家的手脚，向朕示好。妙啊！谢家是百年清流，若嫁给野心勃勃的二皇子，必会打破朝局平衡。如今把谢家女许给根基单纯的展硕，谢家的权势便被彻底冻结了。既安抚了朕，又除掉了威胁，还为楚军铺平了路，一时庶苗，算无一策。母后思虑周全，所言甚是在理。谢氏女兰因遭此无妄之灾，幸得展清及时拥护，
此乃天意缘分，展硕功在社稷，堪为良配。朕准了，以婚约全此恩义，平息误议。父皇，这婚事……敬恒，太后与朕已有决断，休得多言。太后隆恩，臣叩谢天恩，臣谨遵懿旨，圣意。谢兰英，展清乃国之栋梁，你谢恩吧。摆脱了一个皇家囚虏，又进了一个锦衣卫的死局，当务之急是活下去。臣女谢太后娘娘隆恩，谢皇上隆恩。前路未卜，此人深不可测。高门贵女，清流明珠，却要配给我这样一个满手血污的锦衣卫头子。方才在殿上的平静，不过是世家教养铸就的盔甲。此时的他，恐怕早已在车内溃不成纸。我说，指挥使大人，抛开太后娘娘那手乾坤大挪移的算计不甜，你心里是不是偷偷乐开了花？那可是谢家，谢太傅的嫡亲孙女。搁在平时，咱这种人连人家府门往哪边开都未必够个巧，更别提这位还是名动京津的第一美人。头儿，这可是天上掉下个馅饼。向导，你今日在宴上是酒喝多了，还是案子查得太少，闲得发慌？这不是为你高兴吗？一桩从头到尾皆是算计，无半分真情可言的婚事，一个从此被推到风口浪尖，与清流集团强行捆绑的位置。那你打算怎么办？圣意已决，懿旨已下。至于其他，不过是一桩需要妥善处置的公务罢了。话是这么说，可那是货色生香的谢兰英啊，你就真跟块木头似的，半点旁的心思都没有。怜香惜玉，懂不懂？就算是个烫手山芋，那也是镶金嵌玉的山芋，不是？旁的心思，向同志，你如今是越发请假。看来北郊撩民案的线索，你是已经理得清清楚楚，这才有功夫来琢磨上司的心思。我这不是关心你吗？这时候你让我去生什么怜香惜玉的旁的心思，我就随口一说，这不是觉得到底是名动京城的美人儿，确实会不同。处置谢兰英的方式，需要更符合夫人的身份罢了。得，您忙您忙。大小姐，老爷爷吩咐，请您回来后直接去松鹤堂书房。孙女拜见祖父。英儿，注意礼数。还需要再说一遍吗？祖父，您是百年清流的砥柱，是朝野敬仰的正一品太傅，可那又如何呢？天家想让孙女嫁给皇室，您就得谢恩，顾不上什么祖训；天家想让孙女嫁给锦衣卫特务，您还得谢恩，顾不上什么名声。这所谓的名门风骨，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不过是一层一戳即破的窗户纸。谢家的风骨，孙女的名节，还有祖父您的脸面，到底算得了什么？说完了。你以为祖父这太傅虚衔是靠闭门读书换来的？那是靠一次次的权衡，一次的妥协，在皇权与家族之间走钢丝换来的。你看清了祖父，也高看了谢家。在这皇城里，没有谁是不能被牺牲的棋子。嫁给展寿是屈辱，但未必是绝路。他是陛下手中最利的刀，也是最懂审时度势的人。这门婚事将谢家与锦衣卫强行绑在了一起。过去谢家只能在朝堂说话，以后呢？你昨日在绝境中的反击非同一般，这说明你骨子里或许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柔弱，那么只能任人摆布。既然命运将你抛入狼窝，那就睁开眼睛，
看清楚你周围都是什么样的狼，他们想要什么，害怕什么，然后学着如何在这狼窝里找到你自己的位置，站稳脚跟，甚至保全自己。或许也能在将来某一日，成为谢家在这盘乱棋中一枚意想不到的活子。祖父竟然是这样的祖父，他如此清醒，如此冷酷，竟然比谁都懂这吃人的规则。下去歇着吧，婚期未定，尚有时间。这段日子多看多听，少言，尤其关于你未来夫婿的一切。孙女明白了，谢祖父教诲。父亲，让他去吧。这孩子的命格已然不同了，是福是祸，端看他自己能否在这铁与血的棋盘上走出一条生路。圣旨到，谢氏延庆及女兰因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锦衣卫指挥使展硕、忠勤敏达，太傅谢明远孙女兰因，真敬惠至。今太后慈谕，朕心甚慰，念其缘起危难，天成佳偶，特赐婚配，以彰恩义，以安人心。钦此。5月初5，今日已是4月下旬，满打满算不过半月之期，这是根本不打算给我们谢家留退路。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谢大人。旨意中明言，谢氏延庆及女兰因，怎不见谢小姐出来接旨？这与理不合吧？皇公公明鉴，小女自前日宫中归来，便经济过度，寒邪入体。昨日又听闻些风声，心绪更是难平。今晨医者刚来看过，说是忧思伤神，须得静卧调养，实在无法起身接驾。万望公公体恤，这接旨谢恩，便由下官代小女叩领，绝不敢轻忽天恩。原来如此，谢小姐金玉之体，确是应当好生将养。皇上和太后娘娘体恤下情，恩典浩荡，特意嘱咐了谢小姐此番婚事之一应流程、一致用度，皆由宫中遣人协同礼部操持办理。谢大人府上只需依照章程配合即可。这等殊荣，可是多少臣子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呢？名义上是操持，实则是监控。谢家彻底没路了。天恩浩荡，谢家感激涕零，谨遵圣意。这里是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赏给谢小姐压惊安神的一些药材补品，给小姐调养身子，也好安安稳稳待嫁。谢太后、皇后娘娘恩典。去查，动用所有稳妥的渠道，务必尽快弄清楚大皇子的婚期究竟定在何时。宫中若有任何关于两桩婚事筹备先后的风声，无论巨细，一并报来。是，老爷，老奴这就去办。唉，展硕，你与谢氏女的婚事吉期已定，今天见呈报5月初5端午正日，便是佳1。5月初5，不足半月，果真是皇家效率。你家中无人操持，诸多事宜朕已吩咐礼部会同内廷有司协同办理，一应流程一致，你遵从即可。这几日北镇抚苏若无紧要公务，你也稍作休息，安心筹备。臣遵旨，劳陛下费心安排，臣愧不敢当。听闻谢家那丫头回府后便病了，至今卧床，毕竟是你未来的夫人，于情于理，你也该去探望一二。是，臣稍后便去。展硕，对朕与太后赐下的这门婚事，你心中可还满意？陛下天恩，太后慈谕，谢小姐本是准皇子妃人选，如今赐婚于臣，实乃旷世殊恩，臣自是满意的。你明白就好。下去吧，
探望谢氏女不必过于拘礼，但也需注意分寸。卧床吗？清代白纸，关于斩指挥舍大人，外间可有什么说法？你们听到了什么？不拘大小。回小姐，奴婢打听到斩大人父母早亡，在京中并无其他亲乱，如今独居在清月街的宅子里。虽这般想有些不敬，但确实免去了侍奉翁伯的复杂人情。还有呢？都说斩大人出身寒微，如今虽身居高位，但在衣食住行上颇不讲究。府里伺候的人也少，宅子冷清得很，怕是连咱们府里一个偏院的热闹都没有。小姐金枝玉叶，日后过去怕是要受委屈了。不讲究才好。我本就厌烦那些繁文绕节，简单清静反而自在。小姐，奴婢还听到一个关于斩大人出身背景的传闻，只是什么？说便是，这里没有外人。斩大人他原是在已故的安远侯陆文昭麾下效力，据说曾是侯爷颇为看重的亲卫。10年前，北京洛阴县一役，安远侯父子连同8万护国军尽数殉国，尸骨无存。可奇怪的是，作为侯爷亲卫的斩大人却独独逃过一劫，安然回京了。后来斩大人便以及时递送关键军情及在后续追查中表现出的忠诚与能力，被当时刚登基不久的金上破格直接调入锦衣卫，此后更是一路升至指挥使。他今年多大？25岁。10年前，正是15、16的少年郎。洛阴见8万亡魂主帅亲卫独活回京，地心简拔，青云直上。小姐，若传闻是真的，这位斩大人岂非心性凉薄、手段狠辣之人？知道了，这些话出了这个门不要再提，更不许与人议论。是，小姐。但那双眼睛见过太多的库能下的抉择。斩硕，这个名字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过去？那场导陆是一门湮灭8万将士血眼沙场的意外，他真的只是侥幸存活，并借此攀上高枝的幸存者吗？斩指挥使，谢大人，奉陛下口谕，前来探望谢小姐。按国礼，纳采用宴，此乃下官亲赴城外列等，谨表威意，望谢小姐早日康复。亲自列宴，这份于礼上的机智周全，究竟是尊重还是在向谢家示威？斩指挥使有心了。谢大人，小女在后院听雪轩静养，绿荷带斩指挥使过去吧。谢大人。见过王爷。下去吧。谢小姐，斩硕奉旨探视。斩大人，请坐。谢小姐，看来贵体并非传言中那般沉重。那么斩大人是希望我如何呢？是希望我听闻这赐婚旨意后，惊举交加，忧思成疾，缠绵病榻，做个合乎所有人预期的理应如此的可怜人？还是说斩大人更希望我能识大体、顾大局，收起所有不该有的情绪，欢天喜地、感恩戴德的等着嫁与你？这谢家小姐倒是与我预想中任何一种反应都不同，没有委屈，没有畏缩，她竟然在质问我。斩某如何希望并不重要，生意已决，太后慈谕已下。至于谢小姐是卧是坐，是病是安，谢小姐自有决定。斩大人此言差矣，我认为斩大人是如何想的很重要，很重要。他在意的是我这个人，还是这场局？斩大人，平日里可有什么喜欢的花草？花，斩某一介武夫，常年与邢玉按照为伍，不识风雅，也无心于此。城外野地里那种烧不见、采不死的狗杂草，倒还算是顺眼，见生耐折腾，但气没那么容易除掉。是吗？那倒真是巧了。我不爱牡丹芍药，也不慕兰草幽菊，我喜欢的是蒲公英。
风一吹便散了，看似柔弱无根，可每一颗飘走的种子，无论落到多贫瘠的石缝墙角，只要有一点土、一滴水，就能死死扎根，长出新的模样。但也够顽强，够自谋生路。他是真的喜欢蒲公英，还是在察觉我的喜好后故意寻来的对应？若是后者，他为何要迎合我？这是我为展大人准备的新婚礼物，虽粗糙，却是亲手所做。不知展大人除了那只大雁之外，是否也费心为我准备了什么？自会为姑娘亲手准备。既然展大人与我一样，对这门婚事存了些许个人的期许，那么有些大人在赐婚前可曾有心仪的女子？不曾。好，那么有些事便简单了。展大人，先不论你我因何结缘，也不论这缘分起于算计还是无奈，既然命运将你我捆在一处，有些规矩我希望能在最初就立下。成婚之后，展大人身边只能有我谢兰英一人，皆不可有。无论你我今后有无子嗣，无论外人如何议论，无论你是否真心悦我，展大人，这一条你可能做到？谢小姐，若我做不到，你待如何？不如何。展大人风姿卓然，气度不凡，更在我濒死绝望，以为必遭荼毒之时，如天神降临，救我于水火。我对展大人自初见那日便已倾心。展大人温厚的心里眼里，只容我一人，可我不敢表露这份倾心。陛下多疑，太后深沉，若让天下人以为我对展大人情根深重，那我昨日遇险，你恰好相救，自天赐婚旨意下达的那一刻起，展大人你我的命运便已被强行拧在一处。所以抛开太后旨意、陛下恩典、朝局算计不谈，于我本心而言，我确确实实是盼着能与展大人一生一双人，既为夫妻，所求不应是单方的。展大人若对我有何期许，亦请直言，彼此坦诚，划定方圆，日后方能相安无事，乃至各得其所。这个女人，前一刻还在说倾心，下一刻便冷静的威胁利诱，真真假假，虚实难将，对我一见倾心。我要看到你眼里的慌乱与恐惧，让你明白，谁才是这段关系的主导者。闭眼。为何要闭眼？我只是想亲眼看着展大人是如何亲我的。既然你如此不知敬畏，那便受着。他竟然不逃，竟然在邀请我。真是惑人的妖精。谢小姐为了在我这里求得一个与众不同的，还真是煞费苦心。你先前所求之事，虽非常理所不中，然展某既奉旨成婚，自当以家宅安宁、公务无扰为先。若你能谨守本分，不惹事端，展某亦可省去诸多不必要的纷扰。不过此非承诺，乃权宜之策。他日若因你之故生僭越、生事端，今日之言自等当废。哟，头儿，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难得见你这个时辰回自个儿窝里。算算日子，离5月初5可没剩几天了。你这新郎官总不知要大婚了，还整天泡在诏狱里吧？我听说谢家那位小姐病了，你刚从宫里出来就跑去探病了吧？怎么样？见着没？人家是不是拿眼刀子刮你呢？不过头儿，咱也得理解，人家金尊玉贵养大的，原本要当皇子妃，转头又被塞给，心里有怨气，看咱们不顺眼，那都是常理。我说头儿，你可别因为人家姑娘现在不待见，回头成婚了就真把嫂子晾一边啊！该关心还是得关心，毕竟是要过一辈子的人。说完了。我这不也是关心您吗？看咱们不顺眼，那都是常理。谢兰英说我是如何想的，这很重要。
厌恶、不顺眼，似乎并没有。这女人比单纯的厌恶更让我感到棘手。5月初5，没剩几天了。若她全然厌恶我，我自有应对之策。可现在，我确实该想想如何安置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世。她雕刻的会是什么？刀法稳而轻灵，却刻意隐藏雏形。她说是给我的新婚礼物，亲手所做。我这双手擅长的是拆解刑具，绘制地图，猎取性命。我当时竟脱口而出，要为他亲手准备回礼，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太俗，与他的木雕格格不入。他说喜欢蒲公英，或许老奴姓赵，是谢夫人身边伺候的。谢家的人这么早有什么事儿？奉我家大小姐之命，特来拜见展大人，顺便张量一下大人府上预备给大小姐婚后居住的院子。亮院子？大小姐吩咐了，她想提前按着自己的喜好布置妥帖，以免婚后仓促。大人，谢家来人了。一位姓赵的嬷嬷说是奉谢大小姐的命令，要带人量院子。谢兰英还没过门，就已经开始在这府里圈地盘了。带到前厅。奴婢赵氏给展大人请安。谢小姐有心了，只是这宅子空置日久，各处都需修整，具体哪处院落适宜，尚未最后定夺。此时张良恐有差池。大小姐体谅大人公务繁忙，不敢劳动大人为内宅琐事分心，故而命奴婢先来看看，布局哪个院子，大致量个尺寸，大小姐心中也好先有个筹划。我们做下人的定会小心仔细，绝不敢惊扰大人。布局哪个院子？谢兰英这番体贴背后是在告诉我，她的领地她要自己划定风格。她又在试探，想看我对她介入我私密空间的态度。赵嬷嬷回去替我谢过谢小姐费心，转告小姐，宅院之事不急于一时，待婚期前，我会亲自带她过来看。届时何处何意，如何布置，由她当面定夺即可。是，奴婢一定将大人的话一字不差地回禀大小姐。有劳，管家，送赵嬷嬷出去。这位未来姑爷果然心思深沉，难以琢磨。不过，大小姐似乎早就料到会是这般结果。亲自带她来看，这个临时起意的决定或许不错。我倒是想亲眼看看，当谢兰英踏入这座冰冷空旷的宅子时，那双眼里会闪过怎样的神色。或许是该添些东西了，不为别的，只为那亲自带她来看时，不至于太过难看。祖父，这2日气色渐好。谢祖父关怀，心中略定，身子便松快些。这孩子歧路绵里藏针。宫里定了，大皇子婚期4月干8。比孙女还早上7日。天家这是在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谢家，
看，即便是嫡长子的婚仪，尚可因事而简，顾全大局，速速了事。遑论我们这等臣子之家，痛快完婚就是，别出什么幺蛾子。哼，促些。看你这精神头，对嫁给展霄这桩事，倒不像起初那般抗拒了。抗拒吗？按理说，我该厌恶那个被主冷酷的天子爪牙，可几次相处，我竟无法对他生出恶感。一个受诗礼熏陶的谢家贵女，怎能对名声狼藉的展昭有好感？那只会让祖父生疑。祖父，孙女愚钝，所见所闻不过规格方寸。在您眼中，展硕此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若论世人眼中的他，卖主求荣，手段酷烈，深得地心，是悬在百官头上最锋利也最不可控的一把刀。那祖父眼中呢？此人心如磐石，志似寒铁。从一介孤卫到权倾北镇护司，其间艰辛诡敌，更非仅凭运气或谄媚可成。他走的每一步，必是踩在刀尖上，于万丈深渊旁寻得立足之地。他极善隐忍，亦懂取舍，外界仿他、惧他、厌他，他却似浑不在意，只将手中权柄与帝王信众越攥越紧。此人如同一柄淬炼过度的骨刃，锋锐无比，却也脆硬易折。他将自己打磨得毫无弱点，亦无多余情感外露，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寻常。祖父是觉得他并非传言那般不堪。洛英剑一案疑点颇多，陆文昭何等人物，用兵如神，老成谋国，岂会轻易中伏？兰因，很多事情的真相，需要你用眼睛去看，用心去辨。展硕此人，是你未来最需警惕，也最需倚仗之人。是福是祸，是敌是友，或许皆在你一念之间。祖父没有给我简单的善恶定论，却勾勒出了一个真实的展硕。他不是扁平的奸佞或屠夫，而是在权力漩涡中挣扎求生的强者，甚至可能身负巨大的秘密。孙儿明白了，无论他是怎样的人，这门亲事已定。我会记住祖父的话，既不高估，也不低估，我会试着去看清。那你可想好如何与他相处了吗？世人皆道我这京城第一贵女下嫁于他，是明珠蒙尘，委屈至极。想来他心中多少也会如此作想，甚至已备好了承受我的怨敌与冷待。那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既不哭哭啼啼，也不故作清高。他既救我于危难，我便记得这份恩情。太后皇上既已赐婚，我便认了这姻缘，甚至可以让他觉得我对此桩婚事并无那般不甘。他那样的人，见惯了畏惧、憎恶与算计，若突然得了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甚至显得识趣坦然的妻子，您说他会不会多费些心思来琢磨？关注多了，目光停留的久了，投入的心力自然不同。届时我以诚相待，细心吐查，总能寻到与他相安，乃至让他也愿好好待我的法子。思路倒是不错，懂得利用常理之外的反差，攻心为上。但兰因，你需谨记，展硕此人是在尸山血海与人心鬼域里爬出来的。以诚代之这4个字，你说的轻巧，真正的诚，不是故作姿态的顺从，也不是步步为营的交换，而是淬炼本心后的坦荡与坚守。更重要的是，他那等心性，犹如孤狼绝壁，惯于独行，岂会甘受柔情蜜意或寻常夫妻伦常的羁绊？你欲引他注目，小心引火烧身，别到了最后，关注是引来了，却发现自己早已落入他的节奏，被他看得透透彻铁，反为他所致，连脱身都不能。祖父的警告并非危言耸说，我确实没有想到，我确实低估了展硕这种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也高估了自己这穿越者身份带来的那点优势。孙女，
受教了，是孙女想的简单了。与他相处，或许并无捷径可走，更无定法可因，唯有时刻清醒，步步谨慎，于虚实之间寻得一线真实的立足之地。明白其中险恶便好。棋局如市局，落子无悔。你既已入局，便须磨砺眼力，耐性于本心。与斩烧对弈，将是你此生最凶险，却也或许最能磨砺你的一局。这是青莹与墨雨，他们自幼受谢家恩养，训练有素，忠诚无二。从今日起，便跟着你。他们只听命于你，连同他们的命都是你的。如何使用，你自己斟酌。起来吧，今后有劳二位。愿为小姐效死。展大人，谢小姐，今日气色尚可。劳大人挂心，已无大碍。这寂静倒不让人难受，只是他身上的气息冷得像块冰。此处便是展某居所，谢小姐，请。此附置物或安置随行人等。展大人平日居于何处？西厢暂作书房与休息处。婚后，正房自然归谢小姐，展某宿于西厢即可。这是婚后要跟我分居的节奏吗？正房可作起居待客之用，如何布置陈设，以应所需，皆由谢小姐自行定夺，无需过问展某。既如此，便多谢展大人信任，兰因却之不恭了。这位谢小姐接受现实的速度，每次都有些出乎我的预料。东厢阳光充足，空间敞亮，可为书房。此处书籍气逸，谢小姐可随意选用添置。西厢果然是她绝对不准踏入的领域，那窗纸厚的连个影子都透不出去。此处可安置你带来的女眷仆从。后门在何处？通向后面的夹道，平日不开。以后得把钥匙要到手，从这里进出反倒方便。这里功能明确，防御森严，他刻意抹去了所有个人痕迹与生活温度。这哪里是一个家，分明是一座充满戒心的堡垒。别动！等一下。大人，不能抬头，绝对不能被清风看见我的脸。出去！出去！非礼勿视，非礼勿视。猝死算了，谢兰烟，你这辈子所有的脸都丢在今天了。
可有伤着？无碍，鼻子有些酸，现医好了。谢小姐以为如何？展大人此处根基牢固，格局方正，视野开阔，立于警界。作为官署别业或临时住所，堪称典范。恢复得如此之快，甚至能将那场意外完全剥离。这位谢小姐果然出人意料。谢小姐不嫌简陋便好，具体需要添置何物、改动何处，可列出清单交予管家办理。若有需要匠人之处，亦可安排。不必劳烦管家，些许布置而已。我身边带的人手应当够用，只需展大人允准，让我的人可自由出入即可。可，我会吩咐下去。有劳展大人带我走这一遭。1日后，我会遣人过来开始布置，不会煽动主体格局，亦不会打扰大人。有劳。本王就在这里等你。这一桩竟如此巧合。头儿，您这勘察宅点勘察的可真是深入细致啊！你很闲？不闲不闲，就是吧。清风那小子回来，脸都憋红了。我这不是担心吗？怕里头出了什么不可控的突发状况，比如未来嫂子对宅子不满意，气得动了手，还是说头您终于开了窍，知道婚前得先……向达，你如此关心本官的婚事，可是羡慕啊？需要本官奏明陛下，也为你指一门好亲事。刘交护家那位据说能徒手劈砖的嫡女，似乎正待字闺中。别，头我错了，我这就消失。清风，属下在，军棍20，下去领罚。是，大人。燕儿回来了，如何？展家的宅院可还过得去？母亲放心，那宅子格局方正，坐北朝南，敞亮通透，屋宇也结实。只是展大人独居，疏于布置，略显空旷些，正好由着女儿心意，慢慢添置。那就好，那就好。娘就怕委屈了你。你的嫁妆自你及鼻那年，娘就陆陆续续开始攒了。原本想着慢慢预备，总要最周方体面才好。谁成想，好在时日虽紧了些，底子却是早打下的，该有的都有，绝不至于仓促失礼。4季衣裳、头面首饰、绸缎皮料、家具摆设、田庄铺子的契书单子都理好了，晚些拿给你看。还有，你舅舅从北边托人捎了信和好几大箱东西来，说是给你添装，多是些皮子、药材，还有些北地特色的玩意儿，坚固耐用。他信里说，边关粗陋，比不得京城精细，让你别嫌弃，捡能用的都带上，好歹是份念想，也能壮壮胆气。是，娘。女儿稍后便去库房看看舅舅的心意。正房5间，最东一间做卧室，隔出衣帽间，相连一间设书房，要明亮安静。正中明间做客厅，西侧小厅用膳，最西一间做洗漱沐浴之所。那些雅趣，以后怕是用不上了。一间做私密书房，一间设为练武室。在这陌生的环境里，唯有身体的掌控感，才能给我真正的安全感。千影，小姐，按这个布局，明日开始你去展宅，白芷会与你同去，明面上以他为主，你协助，一定所需物事，我已吩咐外院管事备齐，会陆续送去。多看多听，那宅子里的人事物，哪怕再显微，留意着。奴婢明白。去吧，今日便与白芷沟通清楚，明日辰时准时出发。色诱吗？不，今日那场意外
是绝佳的试探。展硕的反应骗不了人，他并非无动于衷，只是他的意志力足以压制一切波动。那宅子没有帷幔，没有字画，没有多余色彩，那不是家，而是一个高度功能化的生存据点，一个外延的盔甲。极致的秩序背后是对失控的深度厌恶。他将自己活成了一柄时刻淬火的利刃，试图融化坚冰或是闯入禁区都是徒劳。我要做的是在他设定的冰冷规则内，为自己争取最大限度的生存空间与行动自由。出发。乔姐妹，前头那明黄盖着的是宫里赐下的，足足24台，怪不这排场。铁面阎王，哦不，展指挥使自个儿也备了42台，这加起来，天爷里头得是多少金山银山，几辈子也享用不尽啊！你可是谢太傅家的嫡孙女，京城里头一份的贵女，聘礼若寒酸了，那像话吗？指挥使大人如今圣眷正楼，圣眷，哼，我看是皇家的面子吧。要不一个寒门出身干着那等活计的，能攀上谢家那口高门？可惜了谢家那位小姐，生得天仙似的，京城第一美人，落到那活阎王手里，真是鲜花插在了。嘘，小声些，不要命了。彩凤焉能随鸦栖？清流岂可入浊鱼？学生敢问指挥使大人，《礼记》有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婢不交不亲。今大人以这64台珠黄之物炫赫于世，欲求取我的清流楷模谢氏门庭之明珠，莫非大人以为诗书传世之清明，百年门第之风骨，尽可用这金银之重，锦绣之繁衡量压过吗？仅一位奉旨行事，竟敢当街拦阻，出言无上，速速退开！再有妨碍公务、诋毁上官者，一律按律拿问。哎呀，咱家今日可算开了眼，原以为读圣贤书的最懂规矩体统，怎么着？学着那起子没见识的渔夫渔妇，当街嚼起舌头根子来了。这可是皇太后、皇上亲赐的恩典，天大的福气。谢家老爷子和小姐都感恩戴德的事儿，轮得到你们这些酸丁来智慧？展指挥使真是好大的牌礼，好煊赫的声势，这红绸十里珠黄交错的，不知情的人乍一看，怕是五位哪位亲王纳妃的仪仗呢？臣展霄参见二殿下。殿下谬赞，微臣此番聘礼，其中24台乃陛下与太后娘娘慈恩所赐，余下亦是奉旨巡礼备办，不敢有丝毫怠慢简薄。银烛之光，岂敢与天家日月争辉？不过尽臣子本分，巡礼数周全罢了。展霄，你很好。捡了旁人求之不得捧在心尖上的宝贝，就用这些阿阔舞来敲锣打鼓耀武扬威。你以为靠这些黄白锦绣堆出来的排场娶了她，你便真能脱胎换骨，成了谢家的乘龙快婿，从此一步登天了？殿下言重，折煞微臣。臣与谢小姐姻缘，乃太后赐福，陛下隆恩，天命所归，非人力可强求或智慧。臣蒙此天恩，唯有竭尽奴钝，各尽职守，忠君体国，或渴望不负圣心期许，亦不至有损未来岳家清誉门风。好一个忠君体国！展指挥使果然深谙为臣之道，时刻不忘圣恩。但愿指挥使日后青云路上还能如今日这般沉稳持重，步步安稳。哎呦，二殿下金安！陛下和太后娘娘可是十分看重这门亲事，特意嘱咐老奴要来沾沾喜气。吉时快到了，您看这队伍……黄公公说的是本宫耽搁了。展指挥使，请吧。展大人，咱们也快着些吧，可别真误了时辰。有劳公公。谢大人、展大人，聘礼已安全送达，皇爷和太后娘娘交代的差事，咱家这可算是办妥了。宫里还等着回话，咱家就不多叨扰了，这便告辞。
有劳公公辛苦这一趟，慢走。谢大人，聘礼丹木在此，请您核验。不知谢小姐玉体可还安康？小女一切安好，有劳展大人记挂。只是今日不便见客，还望大人见谅。展某有一样东西，需亲手交与谢小姐。此物并非聘礼所列，乃展某一点私意，不知可否请谢大人行个方便？虽是寒门出身，但这股子坚韧劲儿，倒也配得上兰音。且看他要送什么。带展大人去听雪轩，通报小姐，展大人有误亲自转交。是老爷，展大人，请随小人来。多谢大人。展大人，给你，亲手做的。看，果然，有些话说了，有些见线化了，他便会放在心上，甚至有所回应。这算是一种驯服的开端吗？不知展大人为我准备了什么？别动！里面是淬了毒液的金针，危机时可做防身之用。机关需特定手法连续触发2次，方能射出，避免误开。毒性剧烈，轻易无事。这份礼物质朴于外，机巧于内，简洁而致命。就像展硕这个人，没有华丽词语和虚浮承诺，给的只有这能在乱世保命的工具。将此等利器赠我，就不担心有朝一日我会用它误伤了大人您吗？误伤我的概率很低，你别误伤了自己就好。簪身是雷击木，木质坚密，可立100年不腐。我周遭血气杀气重，此木据说能辟邪除秽。大人亲手所制的心意，我很是喜欢。喜欢就好。既然如此心意，不若就请大人替我簪上可好？坐这里。狗男人，他明明可以起身走到我身后，却偏偏要我主动过去。好了。别动。这男人平时杀伐果断，遇上这几根头发倒没了主意。若无他事，咱们告辞。多谢大人，大人慢走。生活中需要仪式，仪式重复的多了，心便容易认了路。离5月初5没有几日，还以为会告病不来呢。皇子妃变锦衣卫夫人，和谁不憋屈？瞧那身打扮，素的跟守孝似的，装模作样。谢姐姐这身打扮，倒像是来吊唁的。礼记有云：礼者，敬而已。
今日是大殿下家里，我等为宾，衣着简素，方显敬重之心。倒是妹妹这身红，不知道的还以为今日是妹妹出阁呢。这谢家女儿倒是沉得住气，不仅沉得住，还懂得借力打力，一句话就把失意人的帽子反扣了。满殿都在看我，同情嘲弄，落井下石。可从赐婚那天起，我就不再只是谢兰英，我是太后棋盘上的棋子，是斩寿的未婚妻。奴婢该死！无妨，青影，去换身衣裳吧。可是小姐，谢小姐，齐贵妃娘娘请您至西内厅一叙。既然贵妃娘娘相召，我去便回。姑娘，我方才饮了几杯，此刻有些头晕，能否稍歇片刻？这贵妃娘娘还等着呢，就走不动了。劳烦姑娘去禀告贵妃娘娘，容我缓一缓。那小姐稍坐，奴婢去寻个软轿来。不能躲，没有70%把握的冒险是莽撞。这具身体还未恢复，不能去送死。谢小姐，指挥使大人有请，请随我等一步。你们是何人？展大人为何此时寻我？机密之事，不便多言。糟糕，老毛病又犯了。左还是右？等一等，这位姐姐，我方才随齐贵妃宫人出来，一时走岔了路，请问庆喜殿该往哪边走？庆喜殿往那边，过2重门，看见有鎏金匾额的殿宇便是。多谢。小姐，你回来了，先回席，路上细说。奴婢去更衣时，留意到沈家那位小姐也离席了。她去了哪里？往西边去了，正是小姐方才走的方向。臣弟祝皇兄皇嫂永结同心。彻儿，这酒里有毒，有人要在这种场合嫁祸大皇子。锦衣卫，分量不对，这壶里有玄机。这种东西都能混进宫宴，看来背后之人谋划已久。是谁？谁经手过这壶酒？赤藏毒囊，见失败自绝。传，所有人原地止步。西偏殿方向，一炷香前，一个宫女袖口有贺字，屋里的确无声，是练家子。禀陛下，太后指挥使，西偏殿第3间厢房梁上暗格搜出密信7封，鹤顶红2瓶断肠散1包，另有北狄王庭特制弯刀1把，刀柄嵌狼头血玉。
人呢？那宫女欲咬舌自尽，属下卸了她下巴。查验口腔，舌根下有烙印，北狄弦月徽记，4档死士。好一个一石三鸟，毒杀大皇子，嫁祸二皇子。待我朝内乱时，北狄铁骑便可南下扣关，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蛮夷安敢如此！那宫女可招了？招了，她供认受北刀3王子指使，潜伏宫中已2年有余。今日之局皆由她策划。司酒太监赵顺是他们的人，被阴阳符到二皇子私印，甚至在二皇子酒中下了春风度，诱其离席，以便栽赃。不是我，是有人害我。兰音呢？方才不是还在我怀中？逆子！陛下明鉴，小女定是被人陷害。爹，是二皇子他强迫女儿不从，他就……你胡说！分明是你自己投怀送抱。够了！皇帝，北狄细作既已落网，此案便交由赵玉深挖。至于今日这些荒唐事，沈家女既已失身于敬亭，便只给她做侧妃吧。5日后过门，不必大办。太后，至于敬亭，禁足宗人府3月，抄孝经300遍。什么时候抄明白了，什么时候出来。母后处置妥当。展说，臣在。你虽揪出细作，但藩房有失，致使大婚见血皇子失德，该当何罪？臣甘令责罚。皇帝，北狄细作既已落网，此案便交由赵玉深挖。至于今日这些荒唐事，沈家女既已失身于敬亭，便只给她做侧妃吧。5日后过门，不必大办。太后，至于敬亭，禁足宗人府3月，抄孝经300遍。什么时候抄明白了，什么时候出来。母后处置妥当。展说，臣在。你虽揪出细作，但藩房有失，致使大婚见血皇子失德，该当何罪？臣甘令责罚。30停杖，即刻执行，以儆效尤。父皇，今日是儿臣大婚，展指挥使虽有疏失，但若非他及时揪出细作，后果不堪设想，恳请父皇从轻发落。那就20杖，但需当众执行。这20杖是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也是为了保全皇家严密。展叔，你受委屈了。罢了，今日终究是明朝的好日子，血光太重不吉利。过几日也是你大婚，剩下10杖记下，若再失职，加倍惩治。谢太后恩典。青颖，属下在。你可有把握带我出府，悄无声息的去一趟展府？可以，只是小姐，只是什么？展指护使的府邸戒备森严，若被发现，恐生误会。无妨。把我跳过去。是我，谢小姐。带我去见你家大人。谢小姐深夜造访，所谓何事？我来探望大人的伤势，此前宫中不便细问，展大人不请我进去坐坐吗？进。大人，该换衣了。给我吧。你先出去。是。3七血菊并片，方子很好。谢姑娘还通医理？略懂。家中有位老供奉精于外伤，幼时常去看他配药。大人这样坐着，我不好施为，最好退去上衣，伏于榻上，方便我上药。
谢姑娘可知自己在说什么？自然知道，你我7日后便是夫妻，此刻避嫌未免矫情。还是说，只会使大人身经百战，反倒不如我一个小女子放得开？谢小姐待人一向如此，不拘小节。不，只对即将与我共度一生的未婚夫婿如此。新旧交替，这个男人到底是踩着多少尸山血海才走到今天的？开始上药了，会有些疼，忍一忍。跟谁学的？家中的老军医。他常说，伤口处理得好，能保人一命；处理不好，小伤也能要命。就像这刀，若放任红肿不退，3日内必发高热。大人，可以坐起来了。谢兰英，你今夜来，当真只为探望？大人不日即将成为我的夫婿，我关心未来夫君的伤势，于情于理，不该吗？谢小姐这话说的在理，只是你这双漂亮的眼睛里，我看得见算计，看得清冷静，看得透你步步为营的机心，唯独看不见半分女子对未婚夫君该有的情动。大人以为我在算计什么？自赐婚至今，我可曾给大人添过一丝麻烦？可曾做过半件对您不利之事？大人，今日宴上几处关窍，我思之不解。既已来了，便想向大人请教一二。第一，引我去西内厅的宫女究竟是不是齐贵妃的人？第二，那2名带二皇子符纹样的刺客痕迹太明显，究竟是二皇子的死士还是祸水东引？第三，沈静为何会恰好出现在那里？这些便是我的未婚司以不添麻烦为名向我收取的第一笔回报吗？大人言重了，不过是心存疑虑，恰好大人或许知情罢了。恰好？那你先答我，你是如何察觉那宫女可疑的？气味，她身上有极淡的马草与铁锈味。再者，她给我指路时露出虎口宝剪，那是常年执鞭或握刀才会留下的痕迹。她步履虽急，落地却无声，是练过轻身功夫的，很敏锐。那你跟着那宫女，为何跟到半途又停住了？果然，她当时就在暗处盯着我。原本是想将计就计，看看幕后是谁，可走到半路，忽然怕自己若真入了局，难以脱身。我若失手被陷害，岂不是给大人添麻烦？想到这一层，便只好临阵退缩了。谢兰英，你可知今夜你若真跟到底，会遇见什么？二皇子设计令你婚前失贞，好顺势纳你为侧妃。此事是真，不慎洒酒的宫女是二皇子的人，引你去西内厅的紫衣宫女却是沈家安排。沈家为何要插手？因为沈家比二皇子想的更深，他们识破了二皇子的局，却决定将计就计，一石二鸟。沈家为你准备的良人是沈尚书嫡长子沈明琛，若你中计失身于沈明琛，沈家便会宣称你们两情相悦。届时谢家为保你名节，沈家为全族声誉，两姓高门共同施压，便是陛下也不得不改议婚约。那二皇子与沈静茹，二皇子却被北狄细作下了药，但沈静书是自作聪明，暗中尾随你想抓把柄，却反被卷入局中。针对我和谢家的死局，若是今日走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原来我这个人竟值这么多筹码。那么大人，容我再问最后一事：若今日我未能自保，当真踏进了那死局之中，大人可会出手，将我从那炼狱里拉出来？谢姑娘，你若入局，于我而言不过两种结果：一则我斩树将成为满京城的笑柄，尚未过门的妻子别闹出如此丑闻，锦衣卫颜面扫地；二则陛下或许会怜我无辜受累，心生体许，日后更迁倚重。
谢姑娘聪慧，不妨猜猜我会怎么选？心硬如铁的狗男人，大人真是坦诚的令人钦佩。这枚蜡丸是今日有人塞进我袖带的，若我好奇打开，里面会是什么？沈明琛的私信、定情信物，还是更致命的证据？沈家嫡系的香囊，果然是沈家，好精巧的局，好狠辣的心思。此物便留给大人，是毁是留，是查是压，全凭大人决策。大人方才问我眼里为何没有情动，动情便是软肋，便是死穴，并非兰英不会情动，而是不敢。否则，我想我的下场会比落入任何陷害都要惨烈得多。不敢情动，美人计是虚，抛白是诈，示弱是饵，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寻常男子若陷进去，怕是连骨头都剩不下几根。进，大人，可需属下重新为您换药？不必，谢兰英的手法比你利落。是属下学艺不精，从今夜起，你带一队人12个印制成，暗护谢小姐周旋，直至大婚。这几日里，莫说意外，便是少了一根头发，属下领命，必不负大人所托。青影，你可知民间妇人若暂时不愿生育，是如何避子的？回小姐，民间确有法子，有用鱼黄或羊肠制成的套子，由男子佩戴，亦有服药汤、施针法，但多有伤身之欲。果真有鱼肠套，效果如何？若制作得法，确有7、8成效用。只是此物终究粗陋，且需男子配合。高门之中鲜少有用此法者。高门多用汤药，伤的是女子的根本，自然方便。去寻可靠之人，用最上等的材料，按不同尺寸各制12枚，要薄而韧，密封妥当。小姐，您这是？照做便是。此事你亲自去办，不许经第2人之手。是。还有，再寻一副避子的药方，要尽可能温和，不伤根本的。小姐，您与指挥使大人既已成婚，若迟迟无嗣，恐怕会遭人非议，惹他生疑。无妨，我自有定夺。并不是一辈子不要孩子，至少不能是现在。在这种四面比割的情况下怀上孩子，只会成为我的软肋。去吧，顺便让墨雨来见我。小姐，起来说话。轻影细致，墨雨锋锐，二人是血亲，可互为仪仗，亦能彼此制约。这2人过于出众的模样，做暗卫太扎眼，放在你未来指挥使夫人贴身护卫的位置上，正好充当门面和威慑。祖父，您就真没考虑过，这门面或许也会成为一种考验。展寿每日瞧着这样一位年轻俊朗的异性跟在我身侧，若他连这点格仪都没有，那也不配坐在如今的位置上。若谢家待我刻薄，我便真带着他们远走高飞，自在逍遥，岂不比这京城鬼随棋局来得痛快？但这具身体承载的血脉与恩情，我无法割舍。谢夫100年的清誉，我既已接手，便得扛起来。墨雨，查我在京郊遇袭那日，展硕的出现究竟是偶然路过，还是早有安排？小姐怀疑指挥使大人与那场袭击有关。怀疑没用，我想知道他的底线究竟画在哪里。属下领命。慢着，此事非同小可，探查对象更是锦衣卫指挥使。你有把握不被他发现吗？回小姐，指挥使大人确非常人，其警觉性与反查之力，天下罕有。故属下所查，将是事而非人。当日北郊所有路径的车辙、马蹄印记，方圆10里内可能存在的瞭望点，甚至京城几处可能传递消息的暗桩动静，痕迹若在，必在事中，而非人身。若大人是因其他缘由，早已对小姐身边之人进行常态监控，则无论属下动与不动，皆在其目内，请小姐定夺。方才墨雨对风险的分析清晰冷静，在展硕这般人物身侧舞刀弄影，绝非明智之举。既如此，此事暂且搁下，贸然触动，打草惊蛇反而不美。你去查另一条线，展硕此人在成为安远侯亲卫之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要知道的不是市井流言，而是切实的能拼测出其性情本源的往事，查根骨，而非看皮相。我要的是能解释他今日为何是展少的那些因。属下明白。属下还有一事需禀报小姐。
从昨日酉时起，谢府外围3街之内多了12处固定哨位，另有3组游动暗桩，皆是锦衣卫的布置手法。他们监视得很隐蔽，但未刻意隐藏踪迹。他倒是坦荡，无妨，你按计划去查，避开正面冲突即可。是。墨雨，小姐，小心些，我要的是答案，不是你的命。属下定不辱命。大人，谢小姐身边的贴身婢女白芷在府外求见，说有要务需当面呈交大人。让她进来。婢子白芷参见指挥使大人。起来说话。这是我家小姐命婢子务必亲交大人的。小姐说是特为大人配制的伤药，于陈年旧伤最是有效，用法已写在里头。有劳，替我谢过你家小姐。若大人无其他吩咐，婢子便告退了。清风，属下在。拿给府医验验成分。大人，谢小姐她应当不会。验，不是疑她，是要知道她用了哪些药材，分量如何。是。赠药是真，验药也是真，关注实则，防备一时。这大概便是我们之间最真实的写照了。父亲，北狄那边又催了，他们说若大婚当日还不能得手，之前的约定便作废。作废？他们以为这是在草原上做生意，想反悔就反悔？大人，北狄人分明是想借我们的手除去谢家女，再嫁祸给展硕，一石二鸟。若真成了，谢家助战派必乱，锦衣卫也将与文官集团彻底对立。我知道，可他们忘了，这是在京城，不是在他们草原。北狄人想玩借刀杀人，那我们便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刀。明琛，动用影蛇。父亲。影蛇是我们在宫中埋得最深的钉子，若此刻动用，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大婚当日，我要谢兰因暴病而因要查不出破绽。至于展硕，让他背个克妻的名声，够他消受几年了。可是大人，皇帝已加派兵力，正因为皇帝警觉，我们才更要动手。越是危险的时候，越是最安全的时候。儿子明白，只是展硕毕竟是锦衣卫指挥使，若被他察觉又如何？他再厉害，大婚当夜也要按礼制行事。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其最松懈的时候，递上最致命的一刀。他以为娶了谢家女，便能洗去一身血腥，换张人皮登堂入室。本官偏要叫他知晓，这京城的风往哪儿吹，雨往哪儿落，终究还是沈家说了算。大人，最新情报，北狄使团今日又有3人以突发疾病为由，未出现在鸿胪寺安排的行程中。黑水巷、隆昌护好，果然还是那里。大人，大婚当日路线已定，沿途非制高点也安排制毒手，共72处，锦衣卫明哨300人，暗桩120人，另有200人混在官吏百姓中。九门提督那边也调派了500兵卒协助封建。迎亲队伍经朱雀大街、永安桥、长乐坊，全程3里，需行1个时辰。永安桥下水流团起，长乐坊巷道复杂，这2处最易设伏。属下已在这2处加派双倍人手，桥下潜藏水鬼10人，长乐坊所有入口都已设下绊马索，不够。永安桥东侧第3根桥柱有裂缝，可藏炸药。长乐坊王记绸缎庄的阁楼窗户正对街道，是绝佳的弩箭射击点，这些地方都要搜。属下这就去办。沈家2皇子，宫中嫔妃，这条线串在一起，果然是冲着大婚来的。大人，还有一事，2皇子府左有异动，轩辕静听虽在禁足，但其心腹侍卫频繁出入，似乎在与宫中长春宫的人传递消息。宫里谁？是李婕妤，他是沈家送进宫的人。丁锦李杰妃，看他这2日接触过谁，经手过什么。
尤其是吃食、香料、衣物。大婚当日，宫中赐下的合金酒、喜饼都要再三查验。是。这场婚礼注定要在血色中拉开序幕。凭什么？凭什么？孤是皇子，是父皇最宠爱的儿子，凭什么要禁足3月？凭什么不能娶谢兰英？你来的正好，帮姑出去。姑要去婚礼，姑要……殿下冷静，您就算去了，又能如何？当众抢亲，还是大闹婚宴？可姑不甘心，谢兰心本该是姑的，是姑先向父皇求的赐婚，是太后硬把她指给了展泽。殿下，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但若殿下真的心有不甘，或许还有转机之机。什么转机？若谢兰英在大婚当日暴毙，这婚事自然作废。暴毙？你是说？臣什么都没说，臣只是觉得殿下情深义重，不该受此委屈。至于该如何做，殿下是聪明人，自有决断。这是西域来的醉梦散，服下后如同死亡，3个时辰后自然醒来，无任何痕迹。殿下或许用得上。兰英，别怪我，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开庄！第1台，京郊良田200亩，城南宅院房契，通州铺面文书。哇！青叶，这些都是小姐亲自挑的，我们要看好了，绝不能出半点差池。彩凤随压，可惜了谢家清誉。谁说不是呢？好好的上书千金，竟嫁了个锦衣卫的。茶凉了容易伤胃，话多了容易伤命。学长，哎呦！界面拥挤，小心些。对不住，小人不是故意的。失手了，谢家那个护卫身手比预想的快。公子还要继续吗？前面就是长乐坊，巷道复杂，或许不必了。本就没指望这种小把戏能成事，不过试试水深罢了。展大人，谢府嫁妆72台，请大人过目。有劳。验收完毕后，悉数抬入后诏房库房，着人仔细看守。是。弟子白芷给大人请安，小姐有要事相告，可否借一步说话？修兰，走。谢兰英此时派亲信前来，莫非是谢家那边察觉了什么？走吧。小姐吩咐：第一，嫁妆中有几箱是小姐日常用惯的家具、器物、书籍，需按单分至东厢书房、耳房及正房内间，清单在此，婢子稍后会亲自带人布置。第二，正房的布置需婢子今日全程盯着，待一切收拾妥当后，除大人外，任何人不得擅入。这是小姐的意思。小姐说，卧榻之侧不喜有生人之气，望大人体谅。谢兰英这是在提前划界，用最温柔的理由定最不容逾越的规矩。可按你家小姐的意思办。小姐说，这是她给大人的新婚礼物，亲手所做，愿大人不嫌粗陋。你家小姐可还说了什么？小姐说，诸观众让大人在婚礼当日尽快揭盖头。细雨，属下在。白芷姑娘要布置正房，你派2个得力的人跟着，听她差遣，她要如何摆放便如何摆放。大人，这照办。从今日起，
正房的规矩，按未来夫人的意思来。属下明白。怪不得问自己喜欢什么花。第一个日子是命运被强行扭转的起点，第二个日子是明日大婚之时。这女人连送礼都送得这般刁钻，是一枚竖立的棋子，并肩而立吗？你是想说，从此我们互为彼此的棋子，在这棋局里，谁也无法独善其身？他是他的铠甲，他也是他的软肋，互为平易，亦是互为制衡。大人，新夫人不日便将入府，府中诸事皆可安排，只是小姐所在的静院是否需要提前做些调整，或另择更僻静之处？静院一切照旧，加派2组暗哨布在第3重墙外。夫人入府后，除每日送钥匙时的雅图，任何人不经我亲语，不得靠近100步之内，包括府中新人。是，属下会重新布置防卫，确保万无一失。他习惯了那里，别再让他受任何惊扰。属下明白。进，起来说话，如何？属下追溯指挥使大人早年行迹，官方明面记录干净无瑕，父母早亡，孑然一身，直至投军。但干净的过分，15岁前几乎一片模糊，不合常理。展硕在军中所得赏银及大部分行路，并未积蓄或随意花费，而是通过3家不同镖局以化名分批汇往京城，数额随时间推移而增，直至洛英爱战役前1年戛然而止。可能是恩人旧友。其二，这是目前最确凿的异常。展府内院深处独立院落，看似空置，实则防守极为严密，远超书房、库房重地。综合所有线索，属下推断，指挥使大人在京中有一亲密之人，此人现状不明，但被他以极端严密的方式隐藏保护，视为绝对可曾有过心仪之人？没有。当时我信了，那样一个冷硬如铁的男人，竟有被他视为逆鳞的亲密之人。难道他骗了我？你查探的过程中，有没有惊动锦衣卫？属下无法确定是否已被锁定身份，但此次探查极可能已引起了某些有心人的注意，其行事风格与警觉程度更似训练有素的暗探。展硕那样的人，怎会对自己暴露的旧日软肋毫无防备？我竟大意了。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已经知道最近有人在查他的过去，尤其是可能与那个亲密之人相关的部分。是，但对方应尚未确定探查者的具体身份与目的，否则……此事到此为止，所有相关线索、记忆从此封存。你未曾查到，我亦未曾听过，更不得再试图靠近那座院落一丝一毫，明白吗？是。你近期尽量减少外出，若有任务，皆由青影出面，以便留在府中专心护卫内院，做出一切如常的姿态。另外，若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欲深究，你便放出些风声，将探查动机引向对指挥使大人过往婚约或情史的好奇。一个即将出嫁、对未来夫君一无所知的心腹，派人打听他过去是不够高明，却最符合常情，也最无伤大雅。属下明白，若有必要，属下知道该如何无意间留下此类线索。你辛苦了，下去歇着吧，明日还需你警醒些。属下明白，小姐也请早些安息。婴儿，娘亲莫忧，我的婴儿让你受委屈了。娘，您细想，抛去锦衣卫指挥使的身份，展硕此人年少成名，军功赫赫，掌权后虽手段酷烈，却从未听闻有何污秽私德。他容貌英挺，风姿俊朗，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女儿不觉得委屈，这场婚事是太后所赐，陛下所准，已是定局。既然如此，女儿便会与他好好过日子，而且会过得很好。大人，路线沿途所有哨位已就位，弩手72人，暗桩120人，流动哨300。九门提督那边调了500兵做封街，沿途百姓已清场。宫中赐下的合景酒喜饼，府医已验过3遍无毒。正房内外已由白齿姑娘布置妥当，属下按您的吩咐，未曾插手。沈家那边，沈尚书昨夜奉诏入宫，沈明琛称病未出席，但今晨乔装出了府，去向不明。二皇子呢？人在禁足，但他派出数名暗卫，想必是在谋划什么。及时相至，迎亲。
小婿斩硕，迎娶贵妇千金。小女，我就交给你了。呼救！继续前行。起始道，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属下失职。半炷香前换岗才发现。加强守卫，所有香笼秘密开箱查验，不得惊动宾客。沈家二皇子，你们果然坐不住了。姑爷，该到先了。大人来的挺早。你先吃点东西，等我回来。大人，库房所有香笼已查验完毕，有3箱衣物夹层中发现了散碎的曼陀罗花粉，已秘密处理，未惊动任何人。曼陀罗，致幻之物，若婚后谢兰英穿戴上身吸入，会致神志昏厥，形同疯癫。好毒的计谋，不是立时毙命，而是无声的摧毁。查出来源了吗？花粉研磨手法是西域惯用的石臼冷研法，但装花粉的布袋是江南锦绣坊的料子。这家布庄3年前被沈家买下了。果然，大人，前院出事了，有刺客混入宾客，意图行刺齐王。控制现场，封锁所有出口。齐王若有闪失，今天在场所有人都逃不了干系。去查齐王今夜饮过的酒，用过的石器。我怀疑刺杀是幌子，下毒才是真。大人是说，声东击西，有人想让我分身乏术，无暇顾及真正的目标。守死东厢房，我不在时，任何人不许进出。若有人强闯，格杀勿论。细雨大人，大人方才特意吩咐，让老身给夫人送碗面。嬷嬷稍后。进来。夫人，大人吩咐一定要看着您吃些热的。嬷嬷怎么称呼？老身李阿婆，在厨房做些粗活。背景干净，她亲自安置的旧人。小姐，事起仓促，未绝后患，属下未能留活口，请小姐责罚。是我的人，把他抬下去吧。后面如何做，想必你也清楚。属下遵命，清理干净，彻查厨房所有人等。大人，洞房内那名突现的影卫一击毙敌，身手极快，并非府中之人，事从权宜，他有自己的底牌，不足为奇。受将了。无事，人多眼杂，大人的人看顾不过来也正常。他倒会给台阶，既不指责了，也不邀功。喝了合卺酒，我们才算礼成。等等，方才那李嬷嬷进来时，这合卺酒便已备在桌上了。是该再宴。青莹，大人，太后宫中的李公公到了，承奉太后口谕，携合卺御酒前来，要亲眼见证大人与夫人礼成。让他进来。咱家给指挥使大人夫人道喜了。
太后娘娘特命咱家送来亲自煎酿的合景御酒，务必要亲眼瞧着二位饮下。李公公辛苦，我与大人蒙太后赐婚，已是天恩浩赫，实在感激不尽。既然如此，想必公公也听说了，今日这婚宴颇不太平，未免辜负娘娘这片心意，也为了安我们自己的心，我想当着公公的面再验一验这酒。公公您看不过分吧？夫人谨慎原也是应当的，只是这酒乃娘娘亲赐，意义非凡。若随意检验，恐伤了娘娘颜面，也显得大人与夫人对娘娘不够信任。正因是娘娘亲赐，才更不容有失。若让什么宵小之仆趁机玷污了娘娘恩典，那才是真正伤了娘娘颜面。既然夫人心有疑虑，李公公又觉为难，那便验吧。验清楚了，你我安心饮酒，李公公也好安心回宫复命。太后娘娘仁厚，定能体谅。酒中自然无毒，即便没能毒死你们，也要治你们一个大不敬之罪。既然展大人也开了口，那便验吧，验个分明也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不可能，酒是直接从娘娘私库取出，一路由咱家亲手看管。展大人，此事必有蹊跷，有人要害太后娘娘清誉。酒是公公亲手带来的，杯是公公的人亲手斟满的。公公方才也说了，要亲眼看着我们夫妇饮下，才好回宫复命。细雨，属下在将李公公及其随从一并拿下，封存所有证物，连同死歌毒酒，整理妥当，直接送入宫中，面呈太后。将今夜东厢房发生诸事原本禀告太后娘娘，请娘娘圣裁。那酒中果真有毒？不知，或许有，或许没有。不过，不管有毒没毒，那鸽子都会暴毙。夫人好手段，比不得大人配合的好。这狗男人，若非他刚才默许我的动作，这杀局也撕不开。这次该轮到我们的合金酒了。现在这酒干净，我们喝下，礼就成了。这狗男人，非得看着我在人前周旋，看着我验太后的酒，他才肯拿出这杯真正安全的酒。有劳大人费心安排。时辰不早了，现在就想休息，我可还有东西没拿出来。大人随我来。此处的布置倒是处处烙着谢兰英的印记。礼成了，面也该吃了。我让清代守着小厨房，从头到尾亲手盯着做的。先喝口茶，暖暖胃。这般温婉的模样，竟与方才在洞房里步步为营的他判若两人。你也未曾用饭，自然陪大人一同。半生戎马，饮食向来只为果腹，可这一碗面竟让我尝到了属于家的暖味。面很好，大人喜欢就好。谢兰英，合金酒喝了，面也吃了，这新婚之夜还差最后一步。不在洞房可好？里面我们的卧房，我已让人准备妥当。我们的卧房，他早已将我纳入这片属于他的领地了。好。那我先去更衣，大人可先去卧房等我。那我去西厢房换身衣服。卧房里明明已经备好了他的新衣，可他此刻选择回避，
也好，给彼此一点缓冲的余地。好，那我在卧房等大人。大人，您怎么回来了？属下是说您不跟谢小姐。叫夫人。是，属下失言。谢居正满身酒气，清醒些去见他。大人，前世见惯了风浪，怎的此刻竟乱了分寸？这心跳声大得快遮不住了。你后背的伤好了吗？顾大人，洞房花烛。